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序列摄影。所谓序列摄影，就是拍很多照片来记录一个动作或者进程，然后把这些照片中间变化的元素合成到一张照片里面。比如下面这几张就是通过序列摄影的方式把整个动作给记录下来。那这里面表达的内容就比单张照片要丰富得多。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序列摄影的方式来记录太阳和月亮。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呢，太阳和月亮在有变化的时候，这样的记录才有意义。所以呢，在日全食和月全食的时候，大家用序列摄影的方式就特别的多。这也是为什么序列摄影这个功能，我们就安排在日食月食功能的旁边。好，我们会有单独的视频讲解怎样使用日食月食功能，所以在这一期呢，我们就笼统的介绍一下怎样使用序列摄影的功能。其实序列摄影是个很有意思的摄影方式，因为从拍摄的角度来讲呢，它有点像延时摄影，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拍一张照片，这样可以产生很多的照片。而在后期处理这些照片的时候呢，它又有点像星轨摄影，因为它是通过叠加的方式来后期处理这些照片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一页的界面和前面一页这两个界面之间的区别啊。首先第一个这个按钮呢，你可以选择是太阳的序列还是月亮的序列。比如说现在这边选择是太阳的序列，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有一些灰色的太阳，这就是这个序列从地图上俯视的时候这个太阳所在的位置。那如果你选择月亮序列呢，你就会发现这边显示的是月亮，因为这个月亮在地平线以下嘛，所以看得不是特别清楚，在这个位置。那或者说你可以选择日食月食，实际上日食月食序列就是让太阳和月亮同时显示出来。你会发现这太阳在这，月亮在这边，这两边都有。好，这一个按钮呢就是总的拍摄时长，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序列摄影总共的叙事。而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和延时摄影里面的这一个时间实际上是一样的，它这两个而且也是联动的。比如说我在这边改成1个小时，然后我们回到这一页，发现它也改了，因为任何一页只要改了以后，另外一边也同时会改，这样让我们可以在序列摄影和延时摄影来回切换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方便。后面一个数据呢是表示拍摄之间的间隔，那这一个引号就表示是10分钟，在1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每10分钟拍一张，当然了，最后就是7张照片。那在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你的开始拍摄时间和结束拍摄时间。那你从下午3点05分开始拍摄起，拍到4点05分，那一共要20个小时。同时，这个数值呢和这边的延时摄影的开始和结束这个数值呢也是一致的。那比如说我在这边我改成比如说我们从早上10点钟开始拍摄起，然后拍2个小时吧，拍到12点钟。这时候如果你再到这一页去看，你会发现这边也已经改过来了，所以这个开始的时间和结束时间也是和延时摄影联动的。我们点击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10张照片每一张照片拍摄的具体的时间，比如10点、10点10分、10点20分。当然这个很简单了，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的拍摄间隔不是一个整数呢，就有点麻烦，所以通过这边就可以知道了。大家可以看到太阳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但是从这个位置看，你其实并不是很能理解太阳到底在你天空中是什么一个方向。那因为这个俯视图一直都不是很直观嘛，所以我们可以切换到我们这个焦距，然后把这个焦距对着它，然后我们序列摄影情况去看一看，这就是太阳的一个序列。那这边我可以改时间，比如说我改到8点钟开始拍摄起，就会发现这个序列又不一样了。实际上这个就是在天空中划过的轨迹呢，但是呢它把这个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考虑进去以后，就可以把这个序列的这个形态给你表示出来了。这样呢你提前你就可以知道形态，然后就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形态呢去找地面上的某一个前景跟它配合。可以改成月亮序列，大家可以看一看月亮序列，因为月亮的位置现在我看看月亮现在跑哪去了，在下面。我们换一个时间吧，然后从12点拍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来看一看月亮序列，你看这就是月亮的一个序列的形状。这个序列摄影除了在一天里面这样一个序列，因为这个时间是总是在一天里面的情况，它也可以表示多天的一个序列。比如说我们选择到太阳，然后这一边大家注意这个目前10分钟，我把它改成
7天一张。一旦改成7天以后呢，它这边就变成了你可以选择什么时间开始拍。比如说我现在选择每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拍一张照片，然后也就是每隔7天我拍一张，每天都是在10点钟去拍。然后这边时间我可以选择今年的1年，那一共有53张照片。那53张照片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大家看好这个形状，其实在这地图上已经画出来了，不过显然不是很明显。我们可以到取景框来看一看，就会比较明显。大家看这边出现了一个什么形状？一个很漂亮的八字形状。这个八字形状实际上叫做日行吉。这个八字形状实际上就是表示每一天太阳在同一时刻在天空中出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可以改成每一天拍一张，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形态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八字形。然后我们把上海的这个时间刀打开。好，然后我选择在外滩这边拍一张，就挺有意思了。你可以做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构图出来，让上面正好有一个太阳的轨迹刮过，或者你拍摄时间可以改早一点，你比如改到8点钟的时候去拍，它就会低一点。你看，我们把机位稍微调节一下。好，这个机位就非常棒了。这个日星记呢，刚好绕着上海的4件套，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构图。如果你每一天去拍一张，然后拍365天，最后形成这样一张照片呢，就非常的棒了。好，下面这几张照片就是我在网上找的日星记的照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最后可能就有人会问，如果是改成月亮，这个月星记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图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不过看完我当时试了以后，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月亮完全没有任何规律。好，那么今天这个序列摄影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